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 Melody， 我是 Kevin。看过我们前面几集的朋友们呢，都知道我们在2年前入手了一辆清风房车，2023款的23尺的飞云。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2年的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的房车的4大优点和4大缺点。特别其中有一个缺点，如果你没有想好，千万不能购买清风房车。当然，在这一集的最后，我们还会给大家送上一个小小的彩蛋。彩蛋的内容呢，就是当你开着你的清风房车迎面遇上另外一辆清风房车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什么？欢迎大家看到最后哦。那接下来我们先说一说优点吧。优点1就是它的做工精细，品质高。对，就是上了清风房车，可能你一眼并没有觉得它有多高大上，但是真正使用下来，不管是它的柜门，还是它的床、它的沙发，还有各种把手，你就觉得特别的精致，一点都不粗糙。特别是我看到有别的博主分享过他们的那个大 C 房车，行驶过程中柜门会打开，橱门会打开我更觉得我们的清风房车更加的精致，而且特别深受你的手感的需要。对，在路上行驶啊，这个叮了咣啷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对，特别 Kevin 呢喜欢我们这个房车的床垫，他甚至于喜欢这个床垫高过于我们家这个比较贵价格买的床垫，这也是睡觉觉得舒服可能是男生的特点吧，但是我个人觉得还可以。还有一个精致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房车的窗户。这个窗户呢，它设计的特别的精细，它呢会让你感觉就是关起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噪音，隔音特别好。天气冷的时候呢，它也起到了一点的保温的作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这个清风的内饰。当然，我们这个飞云在清风房车里并不是最高档的，它只是一个中等还偏下的一个型号，上面有很多别的型号，做工比我们这个内饰更加的好，更豪华。对，当然清风房车它的官网上介绍，它每制造一辆清风房车需要350个小时，对，但一辆普通的房车它只需要50个小时。所以说这些精细是大家用钱购买来的，所以要好好享受。纯手工打造就是耗时比较久一些。对，好，那我来说一下第2个优点，就是这个车身的设计呢是相对节能的那首先呢，清风房车都是以弧形的这种易拉罐的形式对，经常穿梭于马路之上我们英文里还有经常有叫它们外号叫银子弹对，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呢是特别符合空气动力学对，不管是拖拽呢，还是说预防它的侧风，它都表现的相对比别的房车要好一些，尤其还体现在它的油耗方面。那像我平时开F150穿梭在城市之间的话，平均油耗基本上是在100公里14升油左右对，如果拖拽上我们的清风之后呢，如果路况好、高速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16个油这样的一个好的成绩。哪怕这一天有上坡，对然后有几个上坡，平均下来一天油耗也大概是在18左右。对，就是最多的油耗也就不超过18个油。即便走海边或者是爬山油耗会多一些的情况，最多就是18个油左右。而且我们携带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我们并不是说携带的物品比较少，我们基本是皮卡也是满载，清风也是满载，清风也是柜子里都塞满。所以就是如果跑高速的情况下，那比我平时开 F150皮卡的油耗也就多3-5个左右，没有觉得多更多对，这一点上是让我们非常开心的因为我们原来的预期远远比这个油耗要大。对，我们原来的预期要多50%左右，但实际上开下来是没有这么高的。所以有一个参考嘛，我们上几个视频做的就是53天的拉斯维加斯，我们是8000多公里。对吧？加油用了1300多刀每刀。对。那么还有一个原因也得益于其他精细的设计，
比如说整个房车的重量，清风的官方宣称有至少50%以上的重量是位于内部地板以下的这个水平线。对，所以我们清风的那个车身并不是特别高，所以就是超过50%的重量都集中在底盘附近。对，所以相对而言也是一个额外设计，对于油耗是有利的。对的，是的。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优点3啊，那么优点3呢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圆弧形的窗户。对，我们的23尺呢，只有一个圆弧形的窗户位于我们的双床的旁边。因为我们的 model 呢是 FB 的，那也就是它的床是位于前面的。但如果你是25尺以上的话呢，你前后都有这样的弧形窗户。对，啊，有两扇，前后两扇。那么我这个弧形窗户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呢，就好像全景电影。每每躺在床上，我们最享受的时刻呢，就是早上。对，我们早上在刚醒来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拉开这个窗帘，撩开窗帘啊，然后看一下外面的朝霞啊，映红半边天，然后让我们的营地有特别特别的美。我们沐浴在阳光中，然后我们再起床，是这一点是我们特别享受的。那而且呢，它这个弧形的窗户呢，两边的弧形之外，中间的那个窗户还是可以打开的，对，还可以进行通风，并不是完全密封的啊。并且在这个弧形窗户的外面，它有非常好的保护罩，对，是那种树脂材料的，那么防止前车啊这个石头啊崩到弧形的窗户。所以说，普通的房车在前面是很少有这样大片的窗户的。小窗户也没有我通常没有看到他们前面有窗户的。清风有，我们有一次在加油站，就有人过来跟我们搭讪，说啊，你这个前面这个是什么？你们有双层玻璃吗？然后 Kevin 说，哦，这个是个保护罩。对，我还给他捏了一捏，是有弹性的。对，然后他调侃说，哦，怪不得这个车要卖那么贵。是，优点4呢，就是清风房车的一个全铝设计。那这种全铝设计呢，不仅仅相对降低一些车身的重量，那更重要的是能让清风房车保持的更有持久性。对，让它成为一个传家宝。这个铝壳外边呢，还有一层磁釉涂层。这个磁釉涂层可以让整个车内温度下降4度左右。对，在炎炎的夏日，如果你刚进入营地，打开车门的一刹那，并没有一股热浪对，涌过来。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的汽车开了车门之后，通常一股热浪出去。对，但是从来没有发现，就是打开清风的车门会有这样的热浪出来，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暴露在室外啊，炙烤中。也不是说就完全不能进入这个车了啊，和我们夏天进入自己车的皮卡感受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同时呢，这个涂层呢还能有防腐防锈的作用，加上它是铝制的嘛，所以清风的官方作为指导呢，说这个清风房车在不使用储存过程中呢，是完全不需要用保护罩罩起来。对。就让它裸露在空气中。对，一个是呢，它的质量呢非常好，不怕生锈和腐蚀。另外一点呢，保护罩还有可能反倒伤害它这种涂层。对，而且他介绍中也说，这个清风房车的车顶是异常的坚固啊。一般有人还会担心冰雹啊，一般小的这样的自然突发情况，清风还是扛得住的。对。那么从这个清风建立这个品牌到现在已经快有100年的时间了。官方声称呢，至少有75%的清风房车依然现在还在使用中。对，如果算上能够把外壳使用起来变成清风酒店的，我觉得75%都不止。因为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不远处就有一个清风房车的酒店。对。以它的外壳做的。是，如果你去那个国家公园的时候路过那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对，所以清风房车它就是一个传家宝，它能从爷爷传到孙子。而且也确实有人有这样的说法，说即便我不使用了，以后还可以我等我老了，我并不想卖掉我想给我的孙子。这并不是一句笑话，也不是调侃。我也亲耳听过。对，这样讲。好，接下来我们就说缺点吧。
哇，我们要开始说缺点了。说缺点前，我还是要再介绍一下我们。我们这个车呢是2023款的23尺的飞云。我们入手这个车呢，整整2年。对，在这个2年时间里呢，我们一共开着房车将近18000公里，我们有将近200个晚上是生活在这个房车上的。不算皮卡的里程。对，200天生活在房车上。我们呢一共就找出清风4个缺点。第4个缺点，如果你们没有想好，千万不要拦止清风房车。好，那我们说一下缺点1就是这个原车自带的电池比较 low。太弱了，完全不匹配清风的气质。是，我甚至去查了一下电池的厂家，大概这个电池价值，我看了一下网上也挺心寒的，几乎快是最便宜的电池了，一共2块电池，每块大概$170左右。但是呢，事实上也能存在物美价廉的东西，对吧？我来谈一下我的感受。这个电池就是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它没有电的情况下，白天3块太阳能板充进去的电，我们什么灯都不开，什么电器都不用，仅仅维持一个冰箱的运转，对，到晚上10点多就跳闸了。当然我们的这个冰箱稍微大了点，再加上那里晚上气温稍微低了点。如果一旦跳闸，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抽水马桶没法用了。因为它的电泵没有办法运行了。冰箱呢问题不大，反正外面室温也低，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对这个蓄电池的能力呢严重的质疑。对，回来查了资料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个德不配位啊！清风这么贵的价格，给我们配这样的电池。对，我也听到其他网友分享，就是他们更换电池，甚至有人提到更换的锂电池都是1块电池就几百，甚至是还有上千块美金1块电池的所以这个匹配来讲，清风送给我们的电池是不够好。对，我觉得如果是可以升级，这句话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什么都需要升级，那就不需要清风这个牌子了。差价还是比较巨大的，170块钱和1170块钱都是那么大的电池。但是我们在购买这个房车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提示我们可以升级我们的这个电池，永远不知道。对，因为我们是长期生活在商业营地的，对，很少会没有电。对，那么这2年中呢，我们去了2次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这才遇到了这个问题。而且第1年的时候还是完全靠这个太阳能来供给，对，觉得不够，第2年特意买了发电机然后第2年到了优胜美地，即便用发电机，发现还是不够。因为发电机你不能时时刻刻发电，尤其是在国家公园里，发电机也不是时时能够使用，它是在规定时间段才能用。所以说充进去蓄电池能够蓄得住，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一点上呢，所以特别失望。我还突然想起买发电机的时候总怕声音太大吵着别人，但是发现最后最吵的就是我们自己。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特别希望这个蓄电池又强又能够那个守住这些充进去的电。2年的房车生活，我们仅仅在这一个地方没有实现用电自由，因为我们平时呢都是使用商业营地的。那么我们在买清风房车的时候，额外购买了太阳能板。这太阳能板就是让我们存在可能性。蓄电池也是可能性。当然在没有任何情况下，我们当然是全部是进商业营地的。但是大自然这么大，往往是需要我们生活在那儿的。所以这个蓄电池的能力，我们反正失望。失望。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呢是，刚刚买这个房车和这个电池，我又不能把它给扔了，马上就去更新又觉得挺可惜的。所以呢，幸好我们主要的房车生活都是在商业营地度过的。对，如果你是经常需要在外面这个不进营地的，那么你购买清风房车的时候，一定要想一下，是不是需要升级一下你的这个电池。对，那么厂家是不是有升级的选项？好，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缺点2就是冰箱冷藏室不是无霜的。对，这个冰箱呢，就像我们80年代小时候使用的那种冰箱，
它的冷藏呢会结厚厚的霜。当然，如果你仅仅只需要旅行3天5天，甚至1个星期，这个问题烦恼呢你是不会产生的。但是我们需要长期生活在房车上，几十天、上万公里，那么这个问题就凸显了。在你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冷藏间上面就会结厚厚的白霜。这个霜在当你拖着房车在更换营地或者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它会因为温度的升高变成一滴一滴水滴滴在你的食物上化了。对，所以直到后面我就每次出发前都会铺上厨房纸，这一点呢比较狼狈，也是没有想到，不知道是因为房车它的这个设计不能做到这个无霜型的冰箱，还是能做到我们这个清风并没有花这些钱在这上面。所以作为一个在房车上经常需要满足自己各种口味的人来说，冰箱特别重要。虽然说2023款它把冷冻和冷藏分开了，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对，冰箱变大了。对，但是它这个厚厚的霜给带来的烦恼也是非常多的。特别我们是把房车是寄存在别的地方，让我们提前1天晚上就要开始化冻我们的冷藏间。如果停在自己家里，这个烦恼还不是特别明显，用一整天1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个厚厚的这个霜给融化掉，才能够离开我们这个房车，所以说带来不方便。另外呢，也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它用的电是电池里的电，所以电压呢可能也没有那么足够。我们这一款房车冰箱并不是 propane 和电两用的，对对对，只是可以用电。对，一方面觉着不用 propane 好像安全一些，那么走在路上开着 propane 好像不安全，甚至美国有一些州。开着 propane 走高速公路还是违法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蓄电池能力不足，这个又回归到原来的缺点1了。是。好，接下来我说一下下一个缺点，那就是我们的 propane，这煤气罐没有读数表。没有读数表呢，会造成一个使用危机的这种现象。对，是的。当你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开始忐忑，是不是要马上没有气了？主要担心的就是 Melody 洗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如果车厢里还没有其他人 ，Kevin 再去干别的事情了，我就会有种危机感。对，所以呢，最后没办法，我额外自己去买了2根带表的管子，重新给接上了。对，虽然说这个读表可能并不是特别精确，但是我们希望还是给配上，因为它在室外的时候就会受天气温度影响比较大一些，准确度是明显下降啊。或者你摇晃行车一下，它又有气了，或者说白天温度升高了，它又有气了啊。这个我们一般都不会用到这样的临界点。一般我们的危机意识还剩下20%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入重新要去把气再注进去。但是我听说有一些房车，它的房车内部是有读表的，所以我感觉好像这个更方便一些。希望那个清风以后能够对它能够原厂出来给我们配上这些设施。面对于一个10几万的车，像这种配件，如果还需要车主自己去费心配，我们感觉就好像有点不合适了。接下来我们说一个最重要，也就是第4个缺点啊。对，最重大的一个缺点。如果你这个缺点不能克服或者不能接受的话，那你就千万不要买清风房车。当然，有一些其他的房车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缺点，或者说这样一个特征啊。对，那就是它没有拓展，没有 slide。所有的清风房车都没有拓展，都没有 slide。是啊。当然，从数据上来看，我们23尺的宽度是比25尺明显要窄。那么明显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在厨房和沙发区域，如果2个人想要错身，那只能拥抱。每次路过都要拥抱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当你的脚下如果还有小狗你一定要各种注意是啊。
我们上一集的内容的时候，曾经有一句话我们分享过，就是你在路上行走的时候，特别希望你的房车特别特别小。对。你在入住到营地之后，你就希望你的房车特别特别的大，特别是当你周围的邻居都是大5轮、大 A， 然后他们2个slide、4个slide，前后楼梯，空间就会大很多，然后你就会羡慕，我们就像一个小家碧玉在他们中间。我有这样一组数据啊，就是我的 F150加上2旁的反光镜，宽度一共是2.03米。我们的清风的宽度外面是2.44米，也就是说清风房车其实本身已经比我皮卡宽好多了，所以行走起来你占道压线的这种现象常常普遍发生。23尺还可以了，对，我觉得25尺可能更加要夸张一点。25尺呢是比我们多了14厘米，所以又宽了一点。但是他在生活的时候还是这一点说法，就是生活的时候，他就会比我们相对更多一些空间。可是他在路上的时候也会比我们占道压线的情况发生的多一些，因为这个空间的就是相对的比较狭窄，特别是厨房和沙发这一块。对。那么有一次我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有一对老年夫妻兴冲冲的奔过来，看到我们开着清风房车，老太太高兴的问：“这个房车开的怎么样啊？它有什么缺点吗？”然后凯文就说了：“这个缺点是这个地方特别狭窄，错身不容易。”老太太略微失望，老头略微得意，因为一般想购买清风房车，往往是女性的意愿更强烈一些，颜值派对，所以说如果你不能接受，就是到了营地它不能拓展，所以千万不能买清风房车，不管什么 model。不管多长的车身，都没有 slide。对，不管是25尺啊、27尺啊，都没有拓展。别的房车也存在有 slide 和没 slide 的，通常也是有差价的。有可能只有几万块钱的房车，它也有 slide。是我们这么贵的房车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一点上，当你进入营地入住的时候，特别特别明显。而且 slide 都是解决。就是房车最中间的这部分活动的区域，所以这一部分区域又特别需要一些空间的，往往是厨房呀，或者是沙发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活动最多的一个区域。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缺点的时候，那就千万不能买清风房车。最后呢，我们要公布一个彩蛋。这个彩蛋呢是只有清风房主才知道的。对，如果你是新进购买了清风房车，或者说你准备购买清风房车，一定要知道这个哦。当你开在公路上，迎面来了另外一辆清风房车，这个时候清风房主会有一个非常默契的动作，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暧昧的动作。大家会怎么做？闪一下大灯，忽闪一下你的大灯，或者招手都可以。在闪的同时再招手，就是闪是重要的招手是次要的，一定要有这个动作。其他房车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招呼，但是迎面对清风房车的时候，彼此都会打招呼。概率达到80%。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就别人带我们的，就发现每一个人都跟我打招呼。别人带我们走在那个公路上，迎面来一辆，他们就给我们闪大灯，后来我们也跟他们打招呼。逐渐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个小潜规则。所以这是清风房车独有的一种小默契。如果你购买了清风房车，一定要知道这个。如果在马路上迎面看见我们，一定要给我们闪2项大灯哦。好的。好，视频的最后，我们还是要说，拉上你的拖挂，带上你的清风，来我们加拿大旅游吧。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如果大家还要听更加细节的东西，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做第3期的聊天访谈。那么大家不要忘了订阅哦，谢谢大家，拜拜。清风房车的创始人曾经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挂上你的拖车去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如果你负担得起去欧洲或者去狂欢节，去你听说过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钓鱼、打猎、收集石头，或者只是仰望天空，去看看下一座山上有什么，再下一座山，再下一座山。